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妍婷将军。思敏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上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特别要关心到，因为金价不断的创下新高哦，另外一头中国大陆则是不断的囤积黄金、清美债，美债逐渐的被抛售当中。今天会来关心一场去美元备战金融战这一场无声的行动，是否已经正在展开当中？中美金融对抗到底谁会先失血？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做关心。赶快来看到金价创下新高，每盎司来到了从年初的2650美元起跑到现在，累积涨幅已经高达了70%了。还会不会再涨哦？这是来自于世界黄金协会现在做的一些采访分析，40%的央行未来1年还是会继续的持续买黄金，而专家也认为说，在2029年金价持续的涨，甚至上看1万美元大关。这个是华尔街见闻特别做的分析。现在呢，黄金总市值已经高达31兆美元了，是科技巨擘辉达的7倍。哪一个国家现在疯狂的买黄金呢？答案就是中国大陆。赶快来看到中国大陆的央行已经连续13个月增持黄金了，累积涨幅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了70%了。这当中呢，它持续的这个买黄金哦，那总储备已经达到了7412万盎司，创下新高。光是11月份，就像俄罗斯进口黄金高达了9.6亿美元，数字同样创下了新高。好，赶快来看到另外一边呢，除了买黄金，大陆则是在马不停蹄的清空自己的美债。现在呢，可以看到来最新数字，10月份的美债持有量已经降到6887亿美元了，也是从金融海啸2008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字了。媒体特别也传出了市场现在报道说，在中美对抗，还有现在关税战等等金融制裁不确定因素之下，习近平针对了黄金跟美债，他有他的盘算。媒体特别报道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包括传出他下令抛售了500亿美元的公债，7000多亿美元的美债，他说接下来剩下的这些美债，他也要逐步的把它渐渐的出清掉。另外，针对黄金的部分，本来呢是放在纽约分行的2000多吨的黄金，也偷偷的慢慢运回北京了，跟上海的金库来做储放。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这边传出的媒体报道，习近平持续的抛售美债，把黄金默默运回国内，代表中美这一场金融对抗赛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吗？一场去美元化备战金融战的无声行动，难道已经正式的开打？李将军怎么看？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哈。这个美元来讲的话，在俄乌开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以及北约各个国家联合起来将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甚至于将它踢出 SWIFT。我这边要讲一个我个人的经验，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到俄罗斯去旅行的时候，那时候带了美金你这个进入俄罗斯之前，你就要将它换成卢布。那当然每个国家都可以用美金来交易，用美金来购物，但是俄罗斯除外。你拿了美金到他们的一般的市场或者是这个礼品店来讲的话，是不能使用的，你还一定要用卢布。所以我们就知道美元由于这个俄乌战争地缘战争的这个影响来讲的话，已经这个失去它的这种全世界的公信力。当然就中国来讲，也要提早做准备以防将来这个它也遭遇跟俄罗斯同样的命运，会被制裁，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来讲的话，那美元资产现在已经逐年在下降，逐步下降。我们看到美债的逐步的高筑然后这个美元已经在全世界已经失去它资产的吸引力，已经逐渐下降。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当然要大量囤储黄金。我觉得第三个原因是中美的贸易战现在开打正在激烈。我们知道，中国如果说趁这个机会，必须要调整自己的经济的这种结构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然后因此才不会陷入所谓的美元陷阱。当然，中国利用在这次刚好这个黄金大涨的这个机会来讲的话，它大量的抓住这个机会这个以黄金来作为支撑。作为它金融体系的一个支撑，大量的囤积黄金。那我们看到，从今年2025年今年来讲的话，它黄金增持，光11月份它就增持了3万盎司这总储备已经到了
7412万盎司哈，对这个光这一年来讲的话，它就增加从它整个总储备从原来黄金只占3%。已经提升到9%。当然，这为什么中国有这么机会买这么多？我觉得也是中国走大运的时候了。因为俄乌开战，好，俄罗斯现在来讲的话，他自己本身这个被美国制裁嘛，他打仗需要钱，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除了卖原油，卖原油可能还不够，很多国家不买他的原油，被西方国家抵制制裁，所以他除了原油，大概只有中国或印度要买。那他打仗要钱呢？他钱从哪里来？我觉得就是卖他自己库存的黄金。那他卖他库存黄金，中国刚好这个时候当一个接盘侠哈，愿意接手。所以说一个需要钱，刚好就卖黄金。那中国来讲，利用这个机会，刚好大量的存储黄金。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中国存储这些黄金，那减持美债，是不是跟美国除了说是在经贸上面做好这种风险管控之外，那会不会未来来讲的话？如果说万一中美一旦开战来讲的话，中国也有这种底气，不会因此而被美国卡脖子、掐住手腕。好，谢谢李将军。那同样一个问题也请教尚志哥，有关于美元霸权是否也逐渐的衰弱？那中国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也代表什么意义？首先我们看，真的是黄金虽然已经涨了这2年多哦，但是真的是到2025年，今年才大家特别感受到整个黄金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绝对价值。怎么说呢？因为过去来讲，其实黄金跟石油能源，它们是互相避险的。大家是黄金跟石油是一统在美元底下的，因为都黄金来计算，所以这2个是一旦有战争，然后大家买黄金。所以过去来讲，风险的规避其实是能源跟黄金之间的抉择。可今年当中不对，今年能源当中很大的变化，也包括因为新能源崛起，所以石油跟能源慢慢的不能说到边缘，但是没有像过往来讲。变成全世界的金融货币跟经济的最核心了，能源到边缘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元过去的力量就降下来。那我们现在看到是黄金跟美债这个之间，因为过去来讲，大家都宁可换成美元或买美债作为长期的避险工具。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债本身出现风险，所以呢，这一波以中国为主当中大量购买黄金，而且不止中国央行，还有很多国家央行。简单讲说，这个部分的全世界的所有对于风险规避的结构，在今年已经彻底改变，而且成为一个新的定案，就是黄金有黄金的系统，美债有美债的系统，当然包括美元。但这里头核心还是在于美国整个国家的势力的股汇。股债汇，也就美股、美债，包括美元汇率当中，这3个当中，今年有很大的动荡。大家都知道，美债现在当中，美国自己本身债务一大堆，它的美债不值钱，大家怕得半死。美元也被看穿了，你就一直印、一直印、一直 QE、一直宽松，到处都是美元，大家要买你美元，再买美元都笨蛋了。但现在美股还是很强势哦，而且我就讲，全世界的部分的资金，包括连中国的资金，都还是在美国华尔街股市非常巨大，资金成为一个巨大的护城河。我经常形容，我们在看现在美国当中跟中国这些资本势力，我都形容是中国是青龙，美国是金龙。青龙是很努力啊，民族意识就我们传统中国思考龙，可是美国这金龙你不能小看，因为全世界的货币的能力跟能量变成它的巨大的护城河，所以2方，一个是劳工跟各方面的努力，一个是资本跟很懂得用科技，这2个力量的抗争，其实现在也体现在美金跟现在美债的2大系统里头。当然，现在大家买美金，开始买黄金，最重要的部分其实就是要避险。整个美国的整体的状况，那黄金的部分就是一方面要避险，二方面现在央行在买，流动性的这种增持能力很强，而且现在预估到明年黄金会涨，为什么呢？因为都已经知道明年全世界40%以上的央行还会继续买黄金，而且他们 hold 住黄金不会乱卖，也就是它不会轻易的下跌哦。那最后我要讲的部分还是这里头体现一个全世界趋势。首先，去中心化，美元或美国的势力不再是核心了，包括有新的势力。第二个，以中国为主的力量的崛起，经济势力的崛起，不会依赖美元，当然依赖别的。现在就是扣紧黄金，以及当然拥有黄金，最后是要货币战。当最后无论是台海战争或任何的部分原因，大家要经济对抗的时候，一个也许手握美元美债，当然一个手上有黄金。好。
所以我们持续看到这一场中美之间的金融对抗赛哦，中国大陆手握黄金，那它现在也的方法也越来越多了。其实除了持续购买黄金之外呢，它现在也自己开挖更多的这个金矿哦。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2个地方在挖金矿，第一个地点就在辽宁，发现了有一个1444吨超大型的金矿，大到说这个是1949年以来最大的。那根据统计，总价值呢达到了1930亿美元，换算新台币6兆元哦，是中国目前发现最大的金矿。另外一个第2个，我们来看到是山东莱州这个地方发现中国大陆唯一亚洲最大的，这个是海底巨型金矿，累计探明金3900多吨，已经占全国的26%了。包括它的金的储量跟它的产量都是全国最多的。另外来看到美国了，持续确实他们还是仍然看好黄金，预估高盛哦说这个2026年底会升到4900美元，摩根大通更是喊到了5000美元大关。川普认为说，这一波的这个黄金利多都是他造就的，所以他说川普经济黄金时代正在全速前进。但是呢，专家就打脸他说，你确实现在看得起来黄金一直涨，但是都是只是分配给富人而已。目前美国经济10%的富人，光是2025年上半年花费20兆美元，换算新台币600兆，说这个已经这样子的一个10%的富人花费的总额是已经超过了90%美国的人口总和。怎么看两边的财富分配状况？张将军，我认为美国的财富分配是恶化的，因为90%的人是拿到不到10%，因为那个最顶端的10%拿到的是90%。你看这种贫富差距是不是非常的恶化？我认为美国的最重要是它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制造业萎缩，美国的制造业在美国国内它的 GDP 的占比只有11%是制造业，其他都是金融啊、保险啊，还有我们所说的股票、债汇市都这个，那这个占了89%。你看看这个，那制造业大家所要知道的，真正有竞争力的是制造业，我制造这些东西，这品相你要的，而不是金融、保险、衍生性的商品。那中国大陆的制造业占全世界的占比31.6%，够不够？够高了吧？是美国的将近美国的2倍，所以中国大陆是赢在制造业。那将来我认为是制造业决定这个整个的贸易，它贸易的实力是在制造业，那其他的这个衍生性的商品，那只是一些金融游戏而已。那第2个，我认为美国的问题出在哪里？美国的问题出在它的人力成本太高，它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贵，那贵怎么外销？同样的东西，我们讲的经常很喜欢大家提到大疆无人机，但我就为什么要买中国的大陆大疆无人机？因为便宜啊，那就是便宜。那同样的规格、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水准，中国大陆就是只有美国的价格的1/3。你看这个就有竞争力，对，价格就是竞争力嘛。然后另外我们来看美国，它这个近年的贸易的状况，美国的每一年的贸易逆差就是买太多东西了，1兆美元。今年最低是9月份，因为现在是12月。今年最低的美国的贸易逆差单月9月份单月528亿美元，最低都还有贸易逆差528亿单月。你说不知道？美国还是没有办法，它关税战、这个贸易战弄下来，美国还是没有办法改弦更张哦。这个状况还没有办法逆转哦。所以我认为它的人力成本太高，还有贸易逆差太大，这结构想要短时间翻转是没有办法。但是美国存了这几十年的钱。所以一下以美元为这个主要的货币，还是没办法改。所以我认为长期来看的话，美国慢慢衰退，中国大陆慢慢崛起，但是这要时间，中国大陆才能够迎头赶上。还有一个，美国的国债38兆美元，对，那明年我判断明年的现在的时间就是年底，2026年年底可能破40兆。那这个包袱到现在为止，川普上任已经快1年了，没有办法改。所以我认为这是结构性问题，蛮困难的。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